为了复仇，他故意花高价买下一栋郊外别墅，然后邀请刚刚认识的新朋友到家里参观。紧接着又在招待众人进餐时，假装不经意地提起这里发生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这句话成功引起了宾客们的兴趣，纷纷让他仔细说说怎么回事。见计划成功，他立刻将众人带进了一个阴暗的房间，神情也变得严肃，随后用悲痛的语气给众人讲述了这段骇人听闻的杀婴案。An unwanted baby was born in this very bed. 随着这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被主人翁揭开，一名男客人的脸色瞬间阴暗下来，而另一位女客人则瞪大了双眼，只因这个惨无人道的故事与他们二人有着直接关系。原来这栋郊外别墅曾是检察官维尔福前妻父母的房产。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他的情人米娜在这里诞下一名男婴，本以为是美好的开始，可万万没想到，维尔福为了维护自己检察官的声誉，还不等米娜喘口气，就让接生婆离开这里，并威胁她不准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随后又骗米娜说生的是一个死婴，接着便残忍地把刚刚出生的男婴装进一个箱子里，亲手埋在湖边的草坪。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被躲在树后的接生婆看得清清楚楚。等维尔福离开后，他立刻挖出了那个箱子，并带走了那个一息尚存的男婴。而这起绝密往事却在不久前被卡德鲁斯给挖了出来。自从埃德蒙分派任务后，卡德鲁斯可以说是使出了12分力气，哪怕需要出卖色相。于是在打探到消息后，马上告诉埃德蒙Tell me about the midway. Well, it seems that she did something rather foolish. She went to Villefort to try and blackmail him. Either way, she was promptly arrested and committed to a lunatic asylum. 埃德蒙闻言瞬间意识到，生产的房子和那个男婴将成为自己扳倒维尔福的重要证据。于是，在得知那栋别墅在出售后，果断将其买了下来。紧接着又让雅各波和卡德鲁斯将接生婆从疯人院救出来。途中守卫想坐地起价，否则就喊来警卫。可雅各波根本没给他再次说话的机会，随后便将接生婆带到了别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接生婆却记得相当清楚，不管是产房还是深埋婴儿的地点，埃德蒙让他在暗中仔细观察，准备明天的大戏。做完这一切，埃德蒙便以参观新家的名义，邀请3个仇人到这栋充满故事的郊外别墅。由于苔丝不舒服，并未前来，而更大的缘由或许是想回避埃德蒙。紧接着，维尔福也带着现任妻子赶到，此时的维尔福并未察觉，这是针对他的一场鸿门宴。看着这座熟悉的别墅已经焕然一新，他还在感叹自己与基督山伯爵颇有缘分。最后到达的是唐格拉尔与他妻子米娜，想到之前发生的事，他的神情却显得有些不自然，而这一切都在埃德蒙的掌控之中。随后他带着众人一一参观自己的豪宅，陈列的古典典籍与世界钱币无不彰显主人的财富与见识，这让见钱眼开的唐格拉尔对他赞不绝口。接着埃德蒙又带着他们来到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他还特意展示了一种自己研发的毒药，声称只需几滴就能致命，并且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痕迹。这顿时引起了维尔福夫人的极大兴趣，他饶有兴致地上前观察。参观完之后，埃德蒙便为众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通过他的刻意引导，现场宾客都对这个房子里发生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随他来到产妇生产的那个房间。而埃德蒙在改造别墅时，故意把这个房间保持了原来的模样。就这样，他当着一众巴黎贵族精英的面，将这个既肮脏又残忍的往事全说了出来。尽管他没有点出维尔福的姓名，可维尔福的表情却比吃了苍蝇屎还难看。Would you like to see what became of that box? Yes. 不得不说，维尔福的妻子就是神助攻。埃德蒙立刻带着他们来到别墅后面的草坪，随后找到埋箱子的位置，接着又爆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声称园丁在维修花园时挖出了那个箱子，可奇怪的是，里面却什么都没有。Where is this box now? I had it burned. 听闻此处，唐格拉尔的妻子米娜再也支撑不住，连忙找了一个借口离开，只因她正是维尔福当年那个秘密情人，更是那个弃婴的亲生母亲。一想到自己还未见面的孩子可能还活着，米娜就止不住的眼泪直流，这让维尔福慌了神。显然他最担心的是对方会忍不住将两人的丑事抖出来，这对他而言将是致命性的打击。于是他赶紧找了个机会来到米娜面前，提醒她千万不要露出破绽。 We need to talk. Not here.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楼上有个老熟人在偷偷注视着一切，正是埃德蒙救下来的接生婆。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男婴的亲生父母，就是维尔福和米娜。有了这个关键人证，只要找到当年那个差点被维尔福杀掉的弃婴，埃德蒙就能彻底将维尔福扳倒。
让他钉在耻辱柱上。第二天，威尔夫就收到属下传来的消息，关在精神病院的接生婆竟然消失不见了。加上基督山伯爵又在宴请宾客时提及多年前的丑闻，这让他敏锐地察觉到基督山伯爵似乎来者不善。于是他收买了一位警员，让他秘密调查埃德蒙。而埃德蒙却未停下脚步，毕竟当年陷害他入狱的3个仇人，他都要一一清算。这天，埃德蒙气宇轩昂地来到唐格拉尔的银行，更是拿出1000万法郎的证券，准备存到他这里。听到这个数字，唐格拉尔瞬间两眼放光，毕竟这么大的数额，在整个巴黎也找不出几个。可还不等兴奋完，埃德蒙就话锋一转，声称想要马上预支30万法郎作为日常开支。唐格拉尔一听，瞬间犯了难。因为埃德蒙存入的只是证券，并不是现金这么一笔庞大的资金，他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核对完。埃德蒙见状也不勉强，起身就要去别的银行。No, wait. Leave the securities with me, and I'll have the 300,000 francs delivered to you by this afternoon. 这么一个大客户，唐格拉尔显然不愿错过。而对于他的小心思，埃德蒙早已查得一清二楚。他知道，像这种唯利是图又小心谨慎的人，只有一步步侵蚀，才能让他永无翻身之日。今天的试探也不过是他计划中最小的一步。就在他回去的途中，另一边的雅各波也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女孩名叫海蒂，她的父亲阿里帕夏曾是费南德的上级军官。在他4岁时，费南德勾结土耳其人背叛了阿里帕夏，最终导致阿里帕夏战死，而费南德趁乱侵吞了对方全部财产，更是将海蒂当作奴隶丢到了奴隶市场贱卖。是基督山伯爵在奴隶市场花下重金买下了他。海蒂无时无刻都想复仇，哪怕过去10几年，他对费南德残害家人的印象也历历在目。得知埃德蒙要对付费南德，海蒂当即答应下来，而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孩也将在关键时刻给予费南德致命一击。而费南德对此还一无所知，此时正为儿子的婚事感到沾沾自喜，因为他刚听亚伯特说，基督山伯爵在唐格拉尔的银行存了1000万法郎，毕竟他们即将成为亲家。对方越发达，对自己的事业也越有帮助，所以忍不住称赞儿子即将迎娶巴黎最富有的女孩。可台斯却泼了他一盆冷水，表示这1000万并不是唐格拉尔的钱，但费南德却不以为然，还津津乐道地爆出了一件未来亲家的绝密八卦。原来唐格拉尔的妻子米娜与内政部长的秘书德布雷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每次有内部消息，米娜都能在股票行业大捞一笔。可别人不知道的是，他们用来炒股票的本金却是挪用客户存入银行的钱。这种操作虽然稳赚不赔，可一旦曝光，必定会身败名裂，蹲进监狱。亚伯特连忙提醒父亲，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外传出去，自己知道就好了，毕竟是违法的。可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女佣却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女佣在数月前就被卡德鲁斯勾搭上了。一番激情过后，女佣当即就把听来的八卦全吐了出来，这让埃德蒙瞬间想到一条对付唐格拉尔的妙计。随后，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发电报的站台，假装路人，想从工作人员这里讨一杯水喝。就在对方起身拿水的瞬间，埃德蒙偷偷地往他杯子里滴了几滴药液，不到片刻功夫，工作人员便感到一阵眩晕，倒了下去。埃德蒙见状，立刻来到工作台，并用这里的设备发了一条假消息。在确认不远处的电台收到信号开始传递消息后，他才给工作人员喂下解药，表示可能天气炎热，是中暑导致晕倒了。随后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没过多久，德布雷就收到了这条消息，他慌慌张张地来到唐格拉尔家中。There's been an uprising in Spain. Barcelona has turned against the king. You must sell your Spanish bonds now, all of them. 这种情况下，西班牙证券只会暴跌。再三确认消息后，唐格拉尔不敢有片刻耽误，立刻赶往交易中心，随后不计成本地抛掉了手中所有西班牙证券。虽然损失了100万法郎，但他却在暗自高兴自己有内部消息，否则就要跟楼下的股民一样哭爹喊娘。就在这时，恰好碰见基督山伯爵也在交易所，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他假装好心地询问对方手里有没有西班牙证券。Yes, still do. Surely you should sell. You must have heard the news by now. I've decided to hang on to them. Did you have any yourself? Oh, I did until yesterday. 6 million worth. Sold a lot of them. In the nick of time. 见基督山伯爵不为所动，执意要砸在手中，他不禁为自己的英明决定感到自豪，甚至暗骂这些人是傻帽。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埃德蒙为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就是要让他一步步走入深渊。果不其然，关于叛乱的乌龙事件很快就传了开来，很多人都惨败收场，而率先抛售证券的唐格拉尔则成了整个巴黎的笑柄，这让他非常恼怒。丢面子是小，但损失1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于是他找到德布雷，要求他赔偿自己的1半损失。1 million francs because of you. I expect you to pay me half the amount. Oh. If you do not, I will put a stop to a little dalliance with my wife.
虽然这件事情起于基督山伯爵，但唐格拉尔却并未将怀疑目标放在他身上，甚至还把他当成大客户，希望能从中榨取价值。而卡德鲁斯在向埃德蒙禀报消息时，却被维尔福安排的便衣盯上。埃德蒙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一旦他们展开调查，肯定会查到他自己身上，那自己的复仇大计必将受到影响。平静的水面下开始暗潮汹涌，而埃德蒙也着手布下另一枚棋子。他让雅各波前往罗马找到劫匪头目万帕，准备进行收网行动。一场大战即将在巴黎拉开序幕。基督山伯爵之所以能火遍200年，不仅仅在于他复仇的精妙设计，更是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爽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尽了人间最痛的委屈，也给了最极致的正义与救赎，是每个普通人心里最想实现的人生翻盘。